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深入探讨一下你提供的这些关于人工智能的精彩资料，内容确实是相当丰富，富贵面很广。从这个模型调试的具体方法，到比较复杂的多模态学习，再到现在非常火的大型模型和前沿的生成式 AI，可以说是 AI 领域的一张窥详细的地图了。对，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帮你梳理一下，从这些资料里提炼出最核心又有价值的那些见解。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让你对怎么有效地进行 AI 研究和调试有一个更清晰的流程概念。还有就是理解处理像图像、文本这种混合数据类型，也就是多模态 AI， 它里面的一些核心难点和机遇。最后呢，也会聊聊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大语言模型，就是 LLM， 还有各种生成式 AI， 它们是怎么运作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没错，我们的目标就是帮你快速的，但又比较深入的把握住这些，可以说是挺复杂的 AI 领域的关键脉络。想象一下，这就像是一次为你量身定制的 AI 知识深度游，帮你把这些点串起来。对，我们会特别关注几多，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关键问题。比如说，为什么神经网络的调试感觉总是那么棘手，挑战性那么大？它不像传统软件那样，错了就给你报个错。这个确实很多的。还有就是，当我们要处理，比如说图像、文本，甚至音频这些不同类型的数据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会带来哪些独特的机遇，又会遇到哪些难题？以及当然了，现在这些能力超强的大型模型，还有那些能生成图像、文本的生成式 AI， 它们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要重点聊的。好，那我们就不绕弯子了，直接切入第一个大话题 ：AI 的研究与调试。资料里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也确实是很多研究者会遇到的痛点，就是神经网络的失败，它往往是无声的。对，无声的失败这个描述很形象。是的，不像我们写传统代码，可能一个语法错误或者一个逻辑 bug， 编辑或者运行时就会明确告诉你哪里出错了。但神经网络呢，它可能就是不学习，或者效果很差，损失函数不动了，或者精度上不去，但它不会崩溃，也不会直接报错。它就默默的失败了。这确实让调试变得特别困难。你需要像侦探一样去找线索。所以这就凸显了，有一个结构化的系统性的调试流程是多么重要，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的确如此。资料里其实提到了一个挺不错的调试秘籍，或者说是一套方法论，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深入聊聊。这个方法论强调，首先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就是要与数据融为一体。与数据融为一体，这个听起来有点玄乎，具体是指什么呢？听起来是有点儿，但其实很实在。意思就是在你开始写任何模型代码之前，你得先花大量时间去彻底的理解你的数据。这包括比如说仔细检查数据的质量，有没有缺失值，有没有异常值，标签是不是正确的。数据清洗这步不能省。对，还要看数据的分布，它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图像数据，看看样本是不是多样，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模式或者偏差。文本数据也是，看看长度分布、词频什么的。理解数据的偏差也很重要，对吧？不然模型可能会学到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完全正确。比如说，如果你的训练数据里某个类别的样本特别少，或者某个场景下缺乏数据，模型就可能在这方面表现很差，就是偏差。你得先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第一步是深入理解数据，检查质量、模式、偏差，这是基础。那之后呢？在对数据有了充分把握之后，第二步是快速搭建一个最简单的端到端的模型骨架。这个模型不需要复杂，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网络结构。目标是先让整个流程能跑通，从数据加载、预处理到模型前向传播、损失计算、反向传播、参数更新，最后到评估。相当于先建立一个 baseline， 一个最起码能工作的版本。没错，一个能跑通的骨架。同时呢，也要建立一个简单的基线 baseline 性能。比如，对于分类任务，你可以先试试逻辑回归，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的 CNN-MOLP，这能给你一个比较的起点。好，有了骨架和基线，
接下来资料里提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步骤，就是在一个小的数据集上故意去过拟合。这个我得问问，为什么要去追求过拟合？我们不是一直要避免过拟合吗？问得好，这确实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但这里的过拟合是作为一种诊断手段，而不是最终目标。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选择一个非常小，比如说只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样本的子集，一个足够强大的模型，理论上应该能够完全记住这些数据，达到接近100%的训练准确率，或者把训练损失降到非常非常低。因为他看到的样本少，完全可以死记硬背。对，如果你在这个小的数据上，你的模型都无法达到很高的训练准确率，或者损失降不下去，那就说明很可能你的模型实现本身就有问题。啊，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连这么简单的开卷考试都考不好，那说明要么是模型结构设计有问题，要么是代码实现，比如梯度计算、损失函数什么的，可能有 bug。正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快速排除模型结构或者代码硬伤的方法，它帮你隔离问题。因为在这个阶段，你不用太担心数据本身的问题，因为数据量小，也不用太担心泛化问题，你只关注模型能不能学得动。这个技巧确实很高明，先确保模型本身具备学习能力。对，只有当你确认你的模型能在小数据上成功过拟合之后，你才能比较有信心地说，我的代码实现和基本结构大概是没问题的。然后你才能进入下一步。那下一步就是开始真正关心泛化，防止模型只记住训练数据了吧？没错，排除了基本的实现错误后，我们就要开始考虑模型在新数据上的表现了，也就是泛化能力。这时候就要引入正则化了。正则化，比如像 L1、L2 乘法项或者抓 pause 之类的吗？对。L1、L2 正则化通过给模型的权重增加乘法项来限制模型的复杂度。Dropout 则是在训练过程中随机丢弃一部分神经元，强迫网络学习更鲁棒的特征，减少新元之间的共同适应。还有像数据增强，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正则化手段。增加数据的多项性，让模型见过更多世面。可以这么理解。选择哪种正则化以及正则化的强度，这本身也是需要调试的。这就引出了下一步，对吧？调整超参数。是的，在模型能够正常训练，并且有了一定的正则化之后，接下来就是细致的调整各种超参数了。这包括学习率，可能是最重要的超参数之一，学习率衰减策略、优化器的选择 Adam、SGD 等。batch size 大小，还有网络结构本身的参数，比如层数、宽度以及刚才说的正则化强度等等。调整超参数感觉是个挺繁琐的过程，有什么好的策略吗？确实，传统的比如网格搜索 grid search， 但它效率不高，特别是参数多的时候，随机搜索 random search 通常更有效一些。现在也有一些更高级的方法，像贝叶斯优化 Bayesian optimization， 它会根据之前的试验结果来更智能地选择下一组参数。这些都需要耐心和经验啊。非常需要。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找到一组让模型在验证集上表现最好的超参数组合。在验证集上表现最好，然后呢，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基本流程是这样，最后一步可以说是榨取性能。当你找到了比较好的模型结构和超参数后，可能会尝试一些集成方法 ensemble， 比如把多个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结合起来，或者进行更长时间的训练，使用更精细的学习率调整策略等等，追求那最后一点点的提升。对，所以你看这个流程，理解数据、搭骨架建基线、小数据过拟合准断、正则化防过拟合、调参优化、榨取性能。它强调的是一种系统性的循序渐进的排错和优化过程。这套方法论确实非常清晰，感觉能避免很多盲目试错。当然，有好的方法论也离不开好的工具。工具确实能极大的提高效率。资料里也提到了不少，比如现在非常流行的 PyTorch 和 Hugging Face 生态。对，PyTorch 提供了灵活的底层框架，
而 Hugging Face 的 Transformers 库几乎成了 NLP 领域的事实标准，提供了大量的预训练模型和方便的接口。还有 Datasets 库，处理各种数据集也很方便。这些确实让研究者和开发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的，而且针对现在越来越大的模型，还有一些专门的优化工具。比如资料提到的 Bits and Bytes， 它是做什么的？ Bits and bytes 主要用于量化 quantization， 简单来说就是用更少的比特数，比如8比特整数，甚至4 bit， 来表示模型的权重和激活值，而不是通常的32 bit 浮点数。这样做的主要好处是，主要是2个。一是显著减小模型的体积，方便存储和部署；二是降低计算和内存带宽需要，可以加快推理速度，或者在资源有限的设备上运行大模型。当然，量化可能会带来一点精度损失，需要权衡。用精度换效率。那 Flash Attention 呢？听起来很快。哈哈，对。Flash Attention 是针对 Transformer 模型中计算量和内存占用都非常大的自注意力 Self-Attention 技术的一种优化实现。它通过一些巧妙的计算技巧，比如分块计算 Tiling 和重计算 Recomputation， 来减少 GPU 内存的读写次数，从而在保持计算结果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升注意力的计算速度，并减少内存占用。对于训练和推理长序列的大模型来说，效果非常显著。这些工具听起来都很硬核，但对于处理大模型确实是刚需。资料还提到了 LoRa， 这又是什么？ LoRa 全称是 Low Rank Adaptation， 低质系影。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高效的参数微调 Parameter Efficient Fine-Tuning PEFT 技术。微调我们知道，就是拿预训练好的大模型在特定任务上再训练一下。LoRa 特别在哪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去更新预训练模型的全部参数，那些参数是冻结的。它只在模型的某些层，通常是 Transformer 的注意力层或前费的网络层旁边，增加一对小的低质的矩阵，可以想象成2个细长的矩阵相乘。只训练这对新加的小矩阵。对，在微调时，只训练这对低质矩阵的参数，因为这对矩阵非常小，所以需要训练的参数量相比整个模型来说，可能只有0.几%甚至更少。哇，那训练成本就大大降低了。是的，极大地降低了微调所需的计算资源和时间。而且因为原始模型参数没动，你只需要为每个新任务保存那个小小的 LoRa 矩阵就行，切换任务也很方便。这个技术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怪不得这么流行。它让个人开发者或者资源有限的团队也能比较容易的去适配和使用那些强大的预训练大模型。掌握这些调试方法和工具，确实能让我们在 AI 研究的路上走得更顺畅。我们再回到调试细节上，资料里也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遇到损失值变成 none 怎么办？对 ，none not a number 无效数字，这是个很常见但也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它通常因为计算过程中出现了数值不稳定，比如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是学习率过高，导致参数更新幅度太大，直接飞出去了，或者是梯度爆炸，梯度值变得非常大，导致后续计算溢出。那怎么检查呢？首先要检查学习率，试试调低很多。其次，检查模型的权重初始化，不好的初始化也可能导致早期训练不稳定。还要检查输入数据，看看是否有异常值或者本身就存在难。有时候某些数学运算，比如对复数取对数或者除以0，也会导致难，需要一步步排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使用梯度拆解 gradient clipp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防止梯度爆炸导致难的方法。需要耐心。那如果损失不变化呢？一直停留在一个值上下波动呢？损失不变化或者变化非常缓慢，也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学习率太低了，模型走得太慢，陷入了某个局部最优或者暗点，可以试试提高学习率。另一种可能呢？另一种可能是模型本身的复杂度不够，容量太小，无法拟合数据。比如说，你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去拟合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那损失可能就很难下降。这时候需要增加模型的复杂度，比如加深网络层数或者加宽。还有可能是数据本身的问题吗？
对，如果数据本身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或者标签有误，模型也可能学不到东西。还有就是要确保梯度回传的路径是通畅的，有时候代码 bug 可能导致梯度无法传到前面的层。明白了。还有一个常见情况，训练集准确率很高，但验证集准确率差很多。啊，这个太典型了，这几乎就是过拟合的明确信号。模型在训练数据上表现太好，像个只会背书的学生，到了新题目，验证集就不会做了。非常形象的比喻。这时候就需要回头去看我们之前说的正则化了。加强正则化，比如增大 dropout 的比例，或者增加 L1、L2 乘法的系数。对，或者使用更多的数据增强。如果有可能的话，获取更多的、更多样化的序列数据，通常是解决过拟合最有效的方法。还可以考虑降低模型的复杂度。调试 AI 模型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需要结合理论知识、工具使用和大量的经验。确实如此，它不像解数学题，往往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更多的是一个不断试错、分析、调整的过程。好的，关于 AI 研究和调试的基础，我们聊得挺深入了。接下来，我们转向下一个同样非常重要且有趣的话题——多模态 AI。多模态这个领域现在也非常热。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什么是多模态 AI， 它研究的核心是什么？简单来说，多模态 AI 研究的是如何让机器理解、处理和融合来自不同模态的信息。模态指的就是信息的不同形式，对吧？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文本是一种模态，图像是另一种模态。对，还有 audio、视频、sensor 数据，比如温度、压力、表格数据、时间序列数据等等，这些都是不同的模态。我们人类其实天生就是多模态的处理器，我们看图说话，听声辨人，结合视觉和听觉看电影。没错，多模态 AI 的目标就是让机器也具备类似的能力，能够综合利用多种信息来源。那这里面的关键挑战是什么呢？资料里提到了几个核心概念：数据的异质性、连接性和交互性，能展开说说吗？好，这3个特性是理解多模态数据的基础，也是挑战的来源。首先是异质性 （heterogeneity），不同模态的数据，它们的底层结构、统计特性，甚至数据的维度和表示方式都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图像是像素点的网格，文本是离散的词序列，audio 是连续的波形，差别非常大。对，这就给如何统一的表示和处理这些数据带来了第一个挑战。你不能简单的把像素值和词向量拼接在一起就完事儿了。那连接性呢？连接性指的是不同模态数据之间往往存在的内在关联，比如一张图片和它的文字描述，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或相关的概念。一段视频画面和它的背景音乐或对话也是紧密关联的。理解这种连接是多模态学习的关键吧？非常关键。模型需要学习到这种跨模态的对应关系，比如要能把图像中的一只猫和文本中的单词猫联系起来。最后是交互性，这又是指什么？交互性关注的是，当不同模态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它们如何相互作用，产生新的意义或信息。这种交互可能有很多种形式，比如冗余。不同模态可能提供了相同信息，比如图像和文字都描述了一只红色的苹果，这可以用来相互验证，提高鲁棒性。也可能是互补 complementarity， 不同模态提供了信息的一部分，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比如看一个人的口型、视觉和听他发出的声音，听觉结合，才能更准确地识别语音，尤其是在嘈杂环境下。这个例子很好。还可能是协同 synergy， 或者叫新信息 new information。不同模态的结合可能会产生单独模态无法表达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电影中画面和音乐的结合营造出的特定氛围或情绪。理解了。异质性带来了表示的挑战，连接性要求模型学习跨模态关联，交互性则涉及到如何有效分融信息，以实现互补或者产生新意。正是如此。基于这些特性，资料里总结了多模态研究面临的6大核心挑战。这6个挑战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领域的研究方向。哪6大挑战？我们来一一看看。第一个是表示，这个刚才提到了，因为异质性，
就是如何学习到能够有效捕捉和融合不同模态信息的特征表示。耶，目标通常是学习到一种联合表示，或者是一种协调表示，让不同模态的信息能够在同一个或者相关关联的向量空间中进行比较和操作。比如，把图像和文本都映射到一个共享的语义空间里。是的，这是常见的做法，既要保留每个模态自身的特性，又要能体现它们之间的关联。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挑战。好，第一个是表示，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对齐。对齐就是找到不同模态数据中相互对应的元素或部分。没错，比如在一段教学视频里，把老师讲到的某个概念、语音和屏幕上展示的对应幻灯片内容、图像文本对应起来，或者在一张图片里，把文字描述戴着红色帽子的男孩和图片中男孩戴的红帽子那部分区域对应起来。这个感觉非常重要，是建立跨模态理解的基础。绝对是，没有好的对齐，模型很难真正理解不同模态信息之间的细粒度关系。很多下游任务，比如图像描述生成、视觉文答，都非常依赖于准确的对齐。第三个挑战是什么？第三个是推理。推理。在多模态场景下，推理意味着什么？它指的是不仅仅是简单的识别或对齐信息，而是要能够结合多个模态的信息，并可能利用外部的常识或领域知识，进行更复杂的多步推断。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视觉问答 VQA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给你一张图片，问一个问题，比如图片左边的那个穿蓝色 T 恤的人在逗什么？模型不仅要理解图片内容，找到穿蓝色 T 恤的人的位置，还要理解问题的意图，并结合两者进行推理，才能回答出他正在踢足球。有些更复杂的推理，可能需要结合图片、相关文本，甚至常识知识库才能完成。明白了，这比简单的模式识别要难得多。第四个挑战，第四个是生成。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让模型创造新的多模态内容。对，比如根据一段文字描述生成对应的图像 （text to image），或者反过来为一张图片生成详细的文字描述 （image capturing）。还可以是生成带有特定表情和动作的虚拟人对话 （audio-visual synthesis），或者根据文本生成视频等等。生成模型现在非常火，多模态生成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的，生成任务不仅要求模型理解内容，还要求它具有创造性。第五个挑战是迁移。Transference。迁移是指知识的迁移吗？是指知识如何在不同模态之间，或者从资源丰富的模态任务迁移到资源稀缺的模态任务。比如说，我们有大量的文本数据，可以用来训练强大的语言模型。那能不能把从文本中学到的知识迁移到数据量相对较小的任务上，比如帮助理解图像或者视频？或者在一个模态上学到的表示，能不能帮助提升另一个模态的任务性能？这涉及到知识如何跨越模态的界限进行有效利用。感觉这对于解决某些领域数据稀疏的问题很有价值。的确，最后一个，第六个挑战是量化 （quantification）。量化，这个不是指模型压缩那个量化吧？哈哈，不是那个。这里的量化指的是如何客观全面地衡量和评估多模态模型的性能，以及如何理解模型的内部工作机制。是评估和可解释性的问题。对，多模态任务通常很复杂，评估起来也比单模态任务更难。比如生成任务，怎么评估生成内容的质量、多样性和与输入的匹配程度？推理任务怎么评估推理过程的正确性？确实，像生成图像主观性也挺强的。是的，而且理解这些复杂的模型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预测或者生成这样的内容，也就是可解释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我们需要量化的方法来评估和比较不同的模型和方法。总结一下这六大挑战：表示、对齐、推理、生成、迁移、量化。
这确实涵盖了多模态 AI 研究的主要方面和难点。这6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来理解这个领域。刚才我们提到对齐是很多应用的基础，资料里特别提到了像 CLIP 这样的模型，能具体讲讲它是怎么工作的，以及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吗？当然 CLIP 全称是 Contrasted Language Image Pre-training， 是 OpenAI 提出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模型。它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对比学习 Contrastive Learning 来学习图像和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对比学习，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看到大量的图像文本对，比如一张狗的图片和文本，一只狗在草地上玩耍。对于每一张图片，它还会看到很多其他的文本描述，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配对的，其他的都是不相关的复样本。反过来，对于每个文本描述，也只有一个图像是配对的，其他图像都是复样本。CLIP 的目标就是学习一个图像编码器和一个文本编码器，这2个编码器能把输入的图像和文本分别映射到一个共享的向量空间中，映射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呢？在这个共享空间里，它要做的是让配对的图像文本向量尽可能的靠近，相似度高，而让不配对的图像文本向量尽可能的远离，相似度低。通过对比来学习哪个跟哪个是一对儿。正是这个意思。通过在海量的图文对数据上进行这种对比学习 ，CLIP 的图像编码器和文本编码器就能非常好地理解图像内容和文本描述之间的线异关联。这有什么好处呢？学到了这种关联之后，好处非常大，最直接的一个应用就是强大的零相本分类能力。零上本，就是说模型没见过的类别也能分。对。比如，我想让 CLIP 去做 ImageNet 图像分类，但我并不需要用 ImageNet 的训练数据去微调 CLIP。那怎么做？我只需要为每个 ImageNet 的类别，比如猫、狗、飞机，构造一个文本提示，比如一张猫的照片 ，a photo of a class。然后来了一张新的图片，我用 CLIP 的图像编码器把它编码成一个向量。同时，我把所有类别的文本提示，比如 a photo of a cat。A photo of a dog, a photo of a plane， 也都用文本编码器编码成向量，然后比较相似度。没错儿，计算图像向量和哪个类别的文本向量最相似，就把它预测为哪个类别。因为 CLIP 预训练时已经学到了图像和文本的语义对应，所以即使它没在 ImageNet 上专门训练过，也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分类。而且效果还相当不错。这太神奇了，等于说通过学习图文对齐，他获得了一种通用的跨模态的理解能力。可以这么说， CLIP 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后续很多多模态大模型的研究，它证明了在大规模数据上进行跨模态预训练的巨大潜力。它为解决我们刚才说的表示和对齐这2个核心挑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范式。明白了， CLIP 确实是多模态领域的一个里程碑。是的，那么有了这种跨模态理解能力的基础，我们自然会想，能不能把这种能力和现在非常强大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 结合起来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要深入探讨的核心内容：大型模型与生成式 AI 的前景。对，先说说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LLM 的发展可以说是近年来 AI 领域最引人注目的突破之一了。它的基础架构演进是怎样的？资料里提到了从 RNN 到 Transformer。这是一个关键的演进。早期的序列模型，比如循环神经网络 RNN 及其变种 LSTM、GRU， 它们在处理文本等序列数据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它们有什么局限性吗？主要有2个比较大的局限。一是它们处理序列是依次进行的，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并行计算，训练效率受限。二是对于非常长的序列，它们容易出现梯度消失或梯度爆炸的问题，导致很难捕捉到长距离的依赖关系。比如一篇文章开头提到的信息，可能到结尾时模型就忘记了。长距离依赖是个难题。然后 Transformer 架构出现了，它彻底改变了局面。Transformer 的核心是自主义理迷机 self-attention。自主义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简单来说，自助意义原型模型在处理序列中的每一个词或 token 时，都能直接的、同时的关注到序列中所有其他词，并计算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或者说重要性。不是像 INN 那样依次传递信息，而是一步到位看到全局。对，它可以根据当前要处理的词，动态的给序列中所有词，包括它自己，分配不同的注意力权重。这样，模型就能更容易地捕捉到长句里的依赖关系，比如代词它指代的是前面哪个名词。而且因为这种计算可以并行进行，训练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是的，这使得训练更大、更深的模型成为可能。Transformer 架构，尤其是它堆叠起来的 encoder-decoder 或者 decoder-only 结构，成为了现代 LLM 的基石。比如 BERT、GPT 系列都是基于 Transformer 的。有了强大的架构，还需要数据和训练方法。LLM 通常是怎么训练的？资料里提到了预训练和微调。对 ，LLM 的训练通常分为2个主要阶段：预训练 （pre-training） 和微调 （fine-tuning）。预训练是在海量的，通常是无标签的文本数据上进行，目标是让模型学习到通用的语言知识，比如语法、常识、世界知识等。无标签数据，那模型怎么学习呢？通过一些自神运动学习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的任务，比如像 BERT 使用的掩码语言模型 （masked language model） 任务。简单说，就是随机遮掉 mask 输入句子中的一些词，让模型去预测这些被遮掉的词是什么。让模型做完形填空。对，还有像 GPT 系列使用的下一词预测 next token prediction， 或者叫因果语言模型 causal language model（CLM）， 就是给定一段文本的前缀，让模型去预测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让模型像写小说一样不断接龙。没错。通过在天文数字级别的文本上进行这些自神运动学习任务，模型迫被去理解语言的结构和模式，从而学习到强大的语言表示能力。这个预训练阶段非常耗费计算资源。预训练好之后，模型就有了通用的语言能力，然后是微调阶段。是的，微调阶段我们会用一个相对小一些的带有特定任务标签的数据集，来进一步训练预训练好的模型，让它适应特定的下游任务。比如用情感分类的数据集微调，让模型学会判断文本的情感倾向。对，或者用问答数据集微调，让模型学会回答问题。传统的微调是针对特定任务的，但现在的 LLM 好像更强调指令微调 （instruction tuning） 和对齐 （alignment）。没错，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仅仅做任务微调，模型可能完成任务，但它的输出格式、风格、安全性等不一定符合人类的期望。指令微调就是用大量指令响应对的输出来微调模型，比如指令把这句话翻译成法语，响应对应的法语翻译；指令总结这段文字的主要观点，响应主要观点总结。通过学习大量的指令，模型能更好地理解并遵循用户的指令，让模型更像一个有用的助手。对，但仅仅遵循指令还不够，我们还希望模型的行为能符合人类的价值观，比如诚实、无害、有帮助。这就是对齐 alignment 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与人类偏好的对齐。这就要用到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from human feedback，RLHF） 了，对吧？是的 ，RLHF 是实现对齐的关键技术之一。它通常包含几个步骤。首先，需要收集人类的偏好数据，比如对于同一个指令，让模型生成几个不同的回答，然后让人类标注哪个回答更好，哪个更差。用人的反馈来告诉模型什么是好的回答。对，然后用这些偏好数据去训练一个奖励模型 （reward model）。这个奖励模型能够给模型的任意一个输出打分，分数越高，表示越符合人类偏好。相当于训练了一个人类品味的打分器。可以这么理解。最后，把这个奖励模型作为信号，使用强化学习算法，比如 PPO 近端策略优化，或者 DPO 直接偏好优化，
来进一步微调 LLM。目标是让 LLM 生成的回答能在奖励模型那里获得更高的分数。通过强化学习，让 LLM 学会讨好这个奖励模型，从而生成更符合人类偏好的内容。它试图直接从偏好数据中学习策略，可能更稳定一些。整个 RLHF 流程比较复杂，但对于提升 LLM 的可用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明白了，从 Transformer 架构到预训练，再到指令微调和 RLHF 对齐，这一系列技术共同造就了今天强大的 LLM。是的，但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调试工具时提到的，这些模型太大了，训练和推理的成本都非常高，所以高效训练和推理的技术也非常关键。我们刚才提到了 LoRa 用于高效微调，资料里还提到了 MoE。对 ，MoAE 全称是混合专家 （Mixture of Experts），这是一种旨在扩大模型规模的同时控制计算成本的 architecture。混合专家听起来像是有很多小模型在一起工作。可以这么理解，在一个 MoAE 层中会有多个专家网络，通常是前汇网络 FFN， 同时还有一个蒙控网络 Gating Network。当输入数据，比如一个 token 的表示，来到这一层时，蒙控网络就会决定把这个输入路由给哪个或哪几个专家去处理。也就是不是所有的专家都要处理所有的输入。对，对于每个输入，可能只有少数几个，比如1、2个专家被激活并进行计算，其他的专家则保持沉默。这样的话，模型的总参数量可以非常大，因为有很多专家，但实际处理每个输入时的计算量却可以相对较小，因为只用了部分专家。正是这个原理 ，MoAE 允许模型容量和计算量在一定程度上节耦，这使得我们可以训练出参数量达到万亿级别的超大模型，而推理时的计算成本却可以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像 Mixtral 等模型就成功应用了 MoAE architecture。当然 ，MoAE 也有它自己的挑战，比如负载均衡、通信开销等。这个思路确实很巧妙。除了 MoE 和 LoRa， 我们之前也提到了量化 quantization， 它主要是在哪个阶段起作用？量化主要是在推理 inference 阶段，也就是模型部署和使用时发挥作用。当然，也有一些量化感知训练的技术，可以在训练阶段就考虑量化。主要目标还是压缩模型，加速推理。对，通过把32bit 浮点数 FP32 的权重和激活值转换成16bit 浮点数 FP16、BF16、8bit 等数 NT8，甚至更低的位数，比如4bit，可以大幅减少模型的内存占用和计算需求。这对于在手机、边界设备，或者即使在伺服器上降低服务成本都很有用。非常有用。当然，量化位数越低，潜在的精度损失风险就越大，所以需要在效率和精度之间做一个权衡。现在有很多成熟的量化工具和算法，可以在保证精度损失可控的情况下，实现显著的加速和压缩。了解了。LoRa、Moore、量化，这些都是应对大模型挑战的实用技术。那么我们怎么把 LLM 的强大能力扩展到多模态领域呢？比如让它理解图像。这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方向，通常称为多模态大模型 （Large Multimodal Models，LMMs） 或视觉语言模型 （Vision Language Models，VLMs）。有几种主要的方法。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保持预训练好的 LLM 不动，或者只做少量调整，然后训练一个适配器 （Adapter） 模块。适配器。对，这个适配器负责把来自其他模态，比如图像的信息，转换成 LM 能够理解的格式，通常是类似文本 token embedding 的向量。比如先用一个图像编码器，像 Clip 的图像编码器，或者其他新源 VIT， 提取图像特征，然后通过一个小的网络适配器，把这些图像特征转换成一系列特殊的视觉 token。是的，思路就是这样，然后把这些视觉 token 和用户的文本输入，比如一个问题，拼接在一起，喂给 LLM。这样 LM 在处理序列时就能同时看到文本信息和被转换过来的视觉信息了吗？没错，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让 LLM 理解图像内容，并完成像图文问答 （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 或图像描述生成等任务。像 Lava、MiniGPT-4 等模型就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比较好的复用现有强大的 LM。听起来是一种比较经济的方式。还有其他方法吗？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设计一个能够同时处理多种模态输入的统一架构，并在包含多种模态数据的数据集上进行大规模的预训练。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彻底，但成本也更高？对，理论上可能获得更好的模态融合效果，但设计这样的架构和收集处理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数据都是巨大的挑战。像 Google 的 Gemini 据说就采用了更偏向原生多模态设计的思路。不同的技术路线各有优劣，多模态大模型无疑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绝对是，它让我们离真正能像人一样理解和交互的 AI 更近了一步。最后，我们来简单聊聊另一个前沿领域——生成式 AI， 特别是资料里提到的扩散模型河流匹配。好的。生成式 AI 的目标是创造新的数据，比如图像、文本、Audio 等。近年来，扩散模型 Diffusion Models 成为了生成高质量数据的明星技术，尤其是在图像生成领域，像 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 等背后都有它的身影。扩散模型听名字好像和物理过程有关。有一点关系，它的核心思想其实挺巧妙的，分为2个过程：前向过程 （forward process） 和反向过程 （reverse process）。前向过程很简单，我们拿到一张真实的图片，然后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往图片里添加噪声，通常是高斯噪声，直到最后图片完全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噪声样本。这个加噪声的过程是预先定义好的，可以精确控制。把清晰的图片变成随机噪声，这有什么用呢？关键在于反向过程。反向过程的目标是从一个纯粹的噪声样本开始，学习如何一步一步的逐渐的把噪声去除掉，最终恢复或者说生成一张清晰的、看起来真实的图片。学习一个去噪的过程。对，模型通常是一个 U-Net 结构的信念网络的任务，就是在每一步预测应该从当前的噪声图片中去除掉哪些噪声，才能让它更接近上一步稍微清晰一点的图片。通过在大量真实图片上训练这个去噪网络，它就能学会数据底层的分布规律。等训练好之后，我们就可以从一个随机噪声开始，不断应用这个去噪网络，最终生成一张全新的图片。正是如此，扩散模型通过这种逐步去噪的方式，能够生成细节非常丰富、质量非常高的样本。听起来很强大。那流匹配呢？它和扩散模型什么有不同？流匹配是另一种先进的生成模型范式，可以看作是对扩散模型的一种拓展或改进。它不一定需要像扩散模型那样模拟一个加噪去噪的过程，而是更直接的学习一个向量场 vector field。这个向量场定义了如何把一个简单的鲜艳分布，比如高斯噪音中的点，连续的变形或者流动到目标数据分布，比如真实图像中的点。学习一种从噪声到真实数据的路径。可以这么理解。它通过一种称为流匹配的目标函数来训练模型，使得模型能学习到这个正确的流动路径。相比扩散模型，流匹配可能在训练上更稳定、更高效，或者更容易处理某些类型的数据。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方向，但非常有潜力。扩散模型和流匹配听起来都是从噪声生成数据的强大技术。那我们怎么控制生成的内容呢？比如我想生成一只猫在太空舱里的图片，这就需要条件生成了。刚才说的是无条件生成，就是随机生成样本。条件生成允许我们根据特定的输入条件来控制生成过程。这个条件可以是文本描述。对，文本描述是最常见的条件之一，也就是 text to image 生成。也可以是其他图像，比如图像修复、风格迁移，或者是类别标签，甚至是草图。在扩散模型或流匹配里，怎么加入这个条件呢？有很多方法，比如可以把条件的表示，比如文本的 embedding， 也输入到那个去噪网络 U-Net， 让网络在预测 noise 时同时考虑条件信息。
或者通过一种叫做 Classifier-Free Guidance 的技术，在生成过程中引导模型向符合条件的方向靠拢。让生成过程听指挥。对，条件生成极大地扩大了生成模型的应用范围。资料里还提到了 U-Net 和 Transformer 作为常见的生成模型架构。是的。U-Net 因为其具有对称的编码器、解码器结构，并且带有跳跃连接 （skip connections），能够很好地结合低层细节特征和高层语义特征，所以在图像生成任务，特别是扩散模型中非常常用。而 Transformer 凭借其强大的序列建模能力和对长距离依赖的捕捉，不仅在 LLM 中大放异彩，在生成领域也越来越重要。比如，可以把图像看作一系列的 page 小块的序列，用 Transformer 来建模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生成，如 VIT， 或者在多模态生成中用 Transformer 来融合不同模态的信息。看来 Transformer 确实是现代 AI 的一个核心引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了。好了，我们今天从 AI 调试的细缝方法，聊到了多模态 AI 的核心挑战与关键技术，像 Clip， 再到 LLM 的发展、训练、对齐和效率优化，最后接触了像扩散模型、流匹配这样的前沿生成技术，内容确实非常丰富。信息量是挺大的。如果要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似乎可以提炼出几个关键点。我觉得有几个核心思路是贯穿始终的。第一，深入理解数据是基础，无论是调试还是建模，一切都要从数据出发。对，与数据融为一体。第二，采用系统性的方法，特别是在调试这种无声失败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结构化的流程，比如我们讨论的那个秘籍，远比随机尝试要有效。避免盲人摸象。第三，理解核心挑战和关键技术，比如在多模态领域理解表示、对齐等挑战，知道像 Clip 这样的技术是如何工作的。在 LLM 领域了解预训练、微调、RLHS 的原理，以及 LoRa、MoE 等效率工具，把握住关键概念和方法。第四，持续关注快速发展的架构和工具 ，Transformer、U-Net 这些架构，以及像 PyTorch、Hugging Face、Flash Attention 这些工具，它们极大地推动了领域的发展。善用工具能事半功倍。总结得很好，理解数据、系统方法、关键技术，关注架构与工具。这似乎是驾驭当前 AI 发展浪潮的关键。我觉得是这样。当然 ，AI 发展非常快，持续学习也非常重要。那么，在这次深入探讨的最后，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思考方向可以留给我们的听众，让他们在未来接触或应用 AI 时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我想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思考。首先，当你未来面对一个 AI 项目或者一个问题时，可以先问问自己，我处理的数据是单一模态的还是多模态的？如果是多模态，那么根据我们今天讨论的，你觉得最主要的挑战会是表示学习，还是跨模态对齐，或者是更复杂的推理？识别出核心挑战，有助于你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先剪断问题类型和核心难点。其次，可以思考一下，对于我手头的具体任务，是利用现有的强大的预训练大模型，比如 LMM 或 VLM， 然后通过微调，可能用 LoRa 等高效方法来适配更有效，还是我的任务比较特殊，可能需要设计一个更专用化的、更小的模型。这涉及到成本、效率和性能的权衡。大模型 versus 专用模型，这是一个常见的选择题。对，最后也许可以更宏观地想一想，我希望 AI 在这个任务中扮演什么角色？是作为一个强大的特征提取器，还是一个决策者，亦或者是一个内容生成器？这决定了你可能需要关注的技术重点是表示学习、判别模型，还是生成模型。思考 AI 的定位和目标。对，带着这些问题，数据模态与挑战、模型选择策略、AI 角色定位，去审视你遇到的 AI 应用场景，可能会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问题，并更有针对性地去寻找解决方案，更好地驾驭 AI 这个强大的工具。非常好的思考方向，从诊断问题到选择策略，再到明确目标，这确实能帮助大家在实践中更好地应用 AI。好了，希望我们今天这次长篇幅的深入探讨，能让你对 AI 调试、多模态、大型模型和生成式 AI 这些可能有些复杂的概念，有了更清晰、更结构化的把握。希望能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和分享。不客气。